嗨，大家好，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5档台股高股息 ETF 的排行大 PK。那其中有包含季配息的 ETF， 也有月配息的 ETF 哦。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一档 ETF 它预估的年化配息率竟然高达了10%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据他们的发行的投信官网显示它未来能配的利息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说呢，代表说呢，它的10%的一个配息率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定。那如果你对投资台股高股息 ETF 有兴趣的话，那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我是不随手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是初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推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可以跟频道多数观众一样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有帮助。那如果你想了解我300万美金的财务自由规划的话，可以利用 IG 还有脸书。那马上开始。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的话呢，就是我精心制作的台股高股息 ETF 的排行比较表。那我是借由那个台湾高股息 ETF 的一个规模来进行一个排名，我取排名前5大的 ETF 来进行比较。那第5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00713的元大台湾高息低波 ETF。那第4名的话呢，就是00919的群益台湾轻选高息 ETF。那再来的话呢，就是00929的富华台湾科技优息 ETF。然后再来是00878的国泰永续高股息 ETF。那规模最大的话呢，就是0056的元大高股息 ETF。那它的追踪指数的部分的话呢，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你可以发现到它们都是属于一些高股息的一个指数哦。那成立日期的部分的话呢，成立最早的就是元老级的 ETF 元大高股息 ETF， 它是成立在2007年的12月13号。那再来的话呢，就是00713的元大台湾高息低波 ETF， 它成立在2017年。那你有没有发现元大投信的话呢，它真的是很早就锁定那种高股息的 ETF 来进行发行那再来的话呢，就是00878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的。那00919跟00929这2档 ETF 的话呢，都是在最近这1年才发行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股利筛选的条件。那我们在投资这种高股息 ETF 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股利筛选的条件因为这是判断这档 ETF 它的殖利率够不够稳定、够不够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00713的部分。那00713它的一个公开说明书上面就有写到它的股利筛选条件的话呢，就是筛选的方式是递减排序，并取排名前60%且股利率低于30%的一个个股，然后呢会筛选到这个00713当中。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表示说呢，它是筛选那种前60%的，但是呢，如果你的股利率超过30%这种非常高股利率的这种股票的话呢，它是不会纳入进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00919它的一个股利的筛选方式。首先它的5月份的部分的话呢，是依照股利率的大小进行筛选。那12月份的话呢，它会依照预估股利率来进行筛选。那预估股利率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包含股利率再去加上营运成长率的他们的一个因子的部分来进行一个筛选。那这筛选的结果的话呢，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因为它有算入这些成分股他们的盈余成长率。那盈余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扣除所有成本的它的获利的部分。如果这部分的话呢越来越高，是不是就表示这家公司他们赚越来越多钱，那就更有可能可以配发更高的股息的部分。所以说呢，有这个盈余成长率来纳入其中的话呢，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啦。好，那00929它的股利率的筛选方式的话呢，主要就是看它最近3年的平均股利率的前90%高的可以纳入其中。好，那这是00929的一个因子筛选方式。那00878的股利因子筛选方式的话呢，则是看它的股利分数。那这股利分数的话呢，主要是看它的12个月的年化股息殖利率，以及近3年的平均的年化股息殖利率来进行一个筛选的部分。好，那最后的话呢，就是0056的股利的因子筛选方式。那0056的话呢，它是主要是预测未来1年当中呢，现金股利率最高的50家公司呢，成为它的成分股的部分。那这个如何预估的方式的话呢，是比较没有那么的透明啦。所以说呢，我们不太知道它是怎样去进行预估的。那0056呢，它也行之有年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0056它过去这几年的那个殖利率的配发方式，来看一下它这个预估股利率的方式呢，到底有没有效。那我相信大家自己心中都有一把尺啦。好，那我们将刚刚所看到的这些公开说明书的部分的话
呢，我们就把它贴上来。你可以看到它的股利率的筛选条件的话呢，就列在下面这一边。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大家就可以把这边记下来，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股利的筛选方式。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资产规模的部分。那资产规模的部分的话呢，有3档 ETF 它已经破1000亿了，分别是0056、00878跟00929的部分。好，那股价的部分的话呢，00713的话呢，它是快要接近50块钱，它是49.9块。那0056的话呢，则是35块。那其他3档 ETF 分别是00919的群益台湾期权高息 ETF， 还有00929跟00878，都是大概在20块钱左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2022年的总开销费用的部分。那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呢，0056是高达的 0.86%， 那00713的话呢则是 0.62%， 那00878的话呢则是 0.5%。那00919跟00929，因为它是最近这1年才成立的，所以说呢，它2022年的总开销费用的话呢是没有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好，因为真的有非常多的投资人都喜欢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你的 ETF 它的配发的利息可以更加的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5家高股息的 ETF 全部都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除息频率的部分。那除息频率的部分，除了00929是月配息的之外呢，其他4档 ETF 的话呢，都是季配息的 ETF，分别有1月、4月、7月、10月配息的0056，还有2月、5月、8月、11月份配息的00878，以及3月、6月、9月、12月配息的00713跟00919的部分。所以说呢，你可以从这边就可以自己搭配一个每月配息的一个投资组合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殖利率的表现的部分。那殖利率的表现的部分的话呢，00713、00878跟0056，他们今年的一个配息已经完结了。那我们可以知道，0056的话呢，它现在的一个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是 6.3%，00878的话呢是 6.1%，0073的话呢也是 6.1%。那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00919跟00929啊。那00929的话呢，它是月配息的 ETF， 但它最近的话呢只配息了6次。它还有未来6次还没有配息哦，所以说呢，如果你把未来6次呢也跟它过去6次的一个殖利率相同的话呢，那00929的话呢，它的殖利率可能会来到 7.2%哦。那00919的话呢，它是一档季配息的 ETF， 那它也只配息了3次，它还有1次还没有配息。好，它光过去3次的配息率就已经高达了 7.4%， 已经是比其他的4档 ETF 都还要高了。如果它未来那一次的配息率也跟过去的这几次一样的话呢，那00919它的累积年化殖利率就可以来到了 9.9%， 将近就是10%的殖利率这是非常的惊人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最近这1年的一个含息绩效的表现。那我们都知道嘛，高股息 ETF 我们其实就预估它可以给我们比较高的殖利率，我们并不会预估说呢它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价差的部分。但是呢，2023年到现在12月4号为止的时候0056它的一个含息绩效的表现的部分竟然高达了 47.6%，00713的话呢也有 42.3%，00919的话呢有 42.4%，这3档 ETF都有高达 40% 的一个含息的绩效，是非常的不错。那00878的话呢有 35.6%， 那00929的话呢，它是今年2023年6月1号才开始成立的，所以说呢，它今年的含息绩效的部分的话呢，我是没有把它算在内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边的话呢，你可以发现到这些高股息的 ETF 在2023年真的是你要股息有股息你要价差也有价差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投资选择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档 ETF 他们在2023年他们受益人数的增加的部分首先增加人数最多的就是00929这档 ETF 它有增加了46万的受益人数非常的多。那第2名的话呢，就是00878它的受益人数增加了38万。那第3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00919它受益人数增加了26万。那第4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0056跟00713他们大概都是增加了11万左右的受益人数那我会将这个表格呢放在下方的置顶留言栏大家可以免费的进行下载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好了，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00929它是一档月配息的 ETF， 那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季配息的 ETF 也搭配成月配息的投资组合呢？当然就是有的。那我在介绍这个月配息的投资组合之前我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 YT 的一个社群的调查。那我调查过如果跌的时候呢，你是不是有怪自己没有及时的卖出，太贪心，应该要有赚就卖。然后呢，股票涨的时候呢，你又觉得自己买太少太胆小，应该要连昨天的早餐都丢进去。
那这个状况的话呢，你是不是有这种状况？那成功的投资人啊，几乎都不会后悔这些事情啊。那你觉得是为什么？那我们这样调查的时候呢，我发现啊，有70%的投资人都认为啊，成功的投资人啊，他们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好了他们的投资组合。所以呢，一切啊，都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行事。那我自己呢，也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好像我投资的时候呢，我就会一直待在场上，并且呢，我会将我自己的紧急预备金啊保留一定的额度。这样子的话呢，股票上涨的时候呢，我可以获利；然后股票下跌的时候呢，我有一笔钱可以进行抄底。那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那你知道吗？有超过98万的投资人啊，他们持有了高股息的 ETF 0056，也有118万的投资人啊，他们持有了永续高股息的 ETF 00878。那我相信啊，投资这2档 ETF 的人啊，一开始他们的计划也就只是领高股息而已。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呢？但很可惜的就是啊，这2档 ETF 啊，他们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无法让你享有那一种每月领息的那种爽感，所以呢，我相信你心中一定会有一种希望，那就是你希望你能像00929这些投资人一样啊，每月啊就可以轻松的领股息。那这边的话呢，我就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搭配像是00919这档 ETF， 因为这样做的话呢，你不仅能实现你每月领息的目标，而且呢，你的投资组合的殖利率啊也不会低于00929的殖利率哦。那具体要怎么搭配呢？我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0056这档元大高股息 ETF 啊，它现在股价是35元嘛，那它的一个配息的时间点就是在1月、4月、7月跟10月份会进行配息，那它近1年的配息大概就是2.2块钱左右，那我们就可以预计它未来每一季大概可以配发0.55块的一个利息。那00878这档国泰永续高股息 ETF， 它的股价的话呢就是20.5块嘛，那它的配发时间的话呢就是在2月、5月、8月跟11月份进行配息。那它近1年的配息的话呢是1.24块，那我们可以预计它未来每一季可能会配发0.31块左右啦。好，那00919的话呢，则是群益台湾精选高息 ETF， 那它的股价的部分的话呢，则是22块钱左右。那它的配息的频率的话呢，就是在3月、6月、9月跟12月份进行配息。那它最后一次配息的话呢是0.55块，那我们就可以预计它未来每一季大概可以配发0.55块钱。那你有没有发现这3档 ETF 搭配在一起的话呢，就是一个每月领息的一个投资组合啊。那如果你预估你未来每个月都要领1000块钱的股息的话，那你0056就要搭配1819股，也就是大概是1.8张的一个股票的部分。那00878的话呢，则是3226股，也就是3.2张的股票的部分。那00919的话呢，也是一样是1819股，那也就是1.8张的股票的部分。那 total 的部分的话呢，你总共只要花17万块，你就可以每个月领1000块钱的股息。而且呢，你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殖利率啊，大概就是 7.1% 左右。那跟00929的 7.1% 相比的话呢，就是几乎就是一模一样啊。那当然，以上这些 ETF 他们未来的配息的方式的话呢，还是会有所变动。那我主要就是要分享给那些已经投资了0056跟00878的投资人你们不用去羡慕那一种可以投资00929的投资人啊。你们只要再搭配一些3月、6月、9月、12月份配息的一些 ETF，你也一样可以拥有月月配息的投资组合哦。好，那我相信如果你有关注高股息 ETF 的话呢，您最近一定有听到啊，00919啊，它过往这几次的配息率啊都高达了10%，他们未来的话呢，依旧可以达到年化配息率啊高达10%的这个目标。那相对于其他4档 ETF 来讲的话呢，它的年化配息率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最近的这个3次配息下来，它的一个配息的金额啊也非常的稳定，都是0.55块到0.54块之间，真的是非常的稳定。那00919它未来是不是还能保持这种非常稳定的一个配息的佳绩呢？好，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一下群益这家投信他们官网的披露。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他们表示啊，00919这档群益台湾精选高息 ETF 啊，它的可分配投资收益的部分的话呢，有 2.23 块，也就表示说，他们未来每一季如果想要配发 0.55 块，在每一股当中配发 0.55 块的话呢，这是可以达成的，因为他们 2.23 块的一个配发可以去做使用。所以说呢，00919它未来这几季啊，要达到年化配息率来到10%，我觉得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好，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来进行一个观众的投资调查。那第一题就是啊 ，ETF 的股利筛选规则，你更中意哪一个呢 ？A.
最近1年的殖利率前60%，然后呢排除股利率30%的个股，也就是00713的筛选方式。B 的话呢，则是近世纪的殖利率，还有盈余成长率的一些因子的部分，这是00919的筛选方式。那 C 的部分的话呢，是近3年的平均殖利率最高的10%，也就是00929的部分。然后呢 ，D 的部分的话呢，则是过去1年的年化殖利率，还有过去3年的平均年化殖利率的部分，也就是00878的筛选方式。那最后一个则是未来1年的预测殖利率，也就是0056的筛选方式。那 A 到 E 这5个股利筛选方式，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好，那第二题就是如果你喜欢投资高股息 ETF， 你会因为投信推出新的月配息 ETF 而卖掉已经持有的季配息的 ETF 吗？1不会，我看的是年化配息率。2会，每月配息的 ETF 很香所以说呢，我们要把季配息的 ETF 全部换成月配息的 ETF。3不会，我可以自己搭配投资组合，就像是我刚刚所分享的00878，再去搭配0056跟00919。那4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其他，你有其他的看法。那以上2题的话呢，都欢迎在下方留言栏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教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做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精心制作的表格，厉害吧？